创下带我们看到加拿大这一片森林怎么回事啊？它会打呼哎，这已经不是打呼了，这个看起来是我们的地球呢已经受不了了剧烈的喘息，它在一个喘呢。我们仔细看这个画面，你看是最近在魁北克这边看到的，在森林的地面，你看突然之间往上飘起来，怎么上面的那些巨木摇过来摇过去，然后又往下沉下去，然后呢呼吸是越来越急促，越来越急促，好像整个胸口快闷了，受不了了。原来森林竟然有这个呼吸的一个现象，那这怎么回事呢？到底？这还不只是如此，其实，在3年前呢，2015年加拿大这边就开始发现森林会这样起起伏伏。对，但是上一次呢，还不是比较温和，稍微的想，大家就下来看，这是上一次拍到的，你的整个大地好像在那边呼吸，在那边喘气。对，然后呢，科学家就觉得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其实到现在为止，森林太神秘了。没有解答，他们最后只说一个是因为下了大雨，雨呢就积在下面，所以整个水呢表面张力像果冻一样。可是很多人说上面那些树呢都是雪山，都是块木，几百公斤重，你怎么可能只是水没有沉下去？怎么撑得动？怎么撑得动呢？所以这是一个谜。是。可是另外一个，其实森林里面呢，在波兰那边呢，还有个卡坎森林呢，它竟然呢是一个波兰精英的一个最含恨的一个地方。哦，这个叫卡坎森林。这卡坎森林是什么？你知道说，当时呢，1939年的9月1号的时候，希特勒下令军队呢唱着一个歌，让我们飞越波兰去，他就开始入侵波兰，打起了第2次世界大战。那个时候呢，你看就是希特勒部队就直接冲了进去。当时呢，其实斯大林跟希特勒是密约的，你往西边打，我往东边打，我们2个国家一起瓜分波兰。所以呢，他们当时2个国家就把波兰给占了。占了以后呢，其实斯大林呢抓了很多波兰的精英，可是呢，斯大林呢他一直想要并吞波兰，所以他1940年4月1号开始呢，开始想一件事情。我要把你们给通通处理掉，这么多人你怎么处理掉？所以他就在卡坎森林这边，他选到这个边境的一个森林，是22000个精英，包含1个元帅、14个上将、政治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，通通送了过来，就把你给从后面枪杀之后是丢了下去，丢了下去之后一层土埋起来，第2天又是300个，就是这样子一批一批的把这个22000个波兰精英通通烧灭在埋藏在卡坎森里面。可是1943年的时候，是希特勒的部队打进来这片森林的时候，一挖才发现说，原来你苏联干了这么一件狠事。可是呢，丘吉尔和罗斯福说，这件事情现在我们要拉斯大林站在我们这边，就帮他给遮掩掉。这一遮掩就遮掩了几十年，直到后来俄罗斯才承认。可是呢，第一批精英都已经死在这边了。然后俄罗斯呢，他们就开始了波兰政府总统了，他们就要去重新的去建一个碑，在他们一个70周年的时候要过去向他们致哀，向这些先烈们致敬，希望你们安息吧。可没想到他们那架专机就飞到卡坎森林附近的时候，突然之间神秘的就坠毁失事了。波兰的总统、波兰的参谋总长、包含的央行总裁，一堆那个专机里面的波兰精英就又掉在卡坎森林这一边，所以他们讲说，哇，波兰当时的政府吓了一跳，我们第一批精英死在这里了，好不容易我们重新复苏起来，我们第2批的国家精英怎么又死在这个卡坎森林了呢？后来有人在看的时候才知道说，因为他们的含恨怨气还在，因为他们坐那架飞机不是波音的，不是 Airbus 的，竟然是苏联做的图154，我就是苏联人杀死的，你还给我用苏联的飞机？所以飞过上空的时候，人家讲说，是不是森林的怨气，所以亘古长存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怪事？一支训练有素的巡山队员，一群人哦，他们上山去工作，再熟悉不过的场域，结果整整20天，只走了1公里，再被发现通通没命了，7横8竖。钟博来告诉我们，他们到底闯进了什么样的空间呢？是啊，巨象，他们那么专业，又在自己的地盘，就是让我想到说，其实台湾这几天也发生过，从热闹的地方走到一个巷子里，竟然有3个人在1个月之内同时都造成迷路，被吞掉了吗？怪吗？我刚有特别讲到，热闹的地方走进巷子里，这个是位在台北市木栅路4段，就是文山区159巷内。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1个月当中呢，就有3个长者就在这里迷路。那他们迷路的时候呢，都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在那边像鬼打墙一样的，就是走不出去。那像画面中你看到这位老先生，是因为他当时走到这个土地公庙，结果呢，警察发现他怪怪的，就是把他去找过来之后，他在说我迷路了。
但是警察这个时候呢，突然呢，他起鸡皮疙瘩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同时1个月内3起，你说1起，那可能也许还可以解释，可能也许他这个当时神志不是很清楚，但是3起耶，还有哦，你现在看到这间庙，我告诉你，3起都走到这间庙。那这不很奇怪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第一个，很多人一看我们讲这一段新闻，会觉得啊，他们可以都懂模型啊。对哦，这是模型啊，就是土地公给破解了模型啊，保佑这些人后来才平安的到这里会合。好，但是俊相，我就必须要回到你刚刚所说的一个专业的我们讲的森林作业队，也就是一般现在讲的巡山员。好，那这是他们的地盘哦，位置在哪呢？就是在我们所说的吉林的干饭盆。这吉林干饭盆呢，就是长白山下。长白山的附近啊，它这个我们一般来讲说是这种峡谷的地形，可能通常都是会有一个主峰嘛。它这个地方很邪门，它没有主峰，然后呢，都是一些环山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盆地。那这个半径范围呢，大概差不多有10多公里长啊。对，所以形成了100多平方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大盆。连小盆、大盆、套小盆的地形，好，你现在熟悉它的地形了。光看，你看这些一个圈圈，像饭盆一样的地形，看起来已经都有一点密集恐惧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更恐惧的就是下面这个故事了。话说当时呢，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当地的森林作业队，他们进去20天之后应该要出来，大家看遍哦。进去这要出来哦，这里他们很熟悉又很专业哦。结果没想到20天过去了，没有回到营地，营地的人紧张了，他们决定要去搜救。但是就在他们出发要去搜救的时候，从这个干饭门走进去，他们一走进去就想吐，一走进去就头晕，就觉得这个地方怪怪的，气压很低。那还不止，当他们走着大约1公里不到半小时的路程的时候，就有人大叫了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了有遗体在这儿，这是他的朋友找到了，就森林作业队。可是很奇怪，你离登山口只有1公里，被你发现了。我刚刚讲他们进去走不到1公里，只有1公里耶，大约半小时的路程。那奇怪，你怎么会在自己的地盘走进去不到1公里你就迷路了呢？那你到底遇到什么样的空间迷象呢？还不止。画面中的这位呢，是1986年。大陆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曹保民，他决定一探究竟，所以他当时去了之后，也出现了我刚刚所说类似刚刚的状况哦。一进去之后，他头就很晕了之外，也就算了。你知道指北针、指南针拿出来，失灵，这个地方磁场怪怪的吗？这邪门了！你那个罗盘、指北、指南拿出来，你看，是居然会失灵，除非你曹保民今天想要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不然以他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民俗专家的这样的一个背景。他不可能乱说话的，那就算了哦。他说他接下来进去之后，他发现他看的东西扭扭曲曲、模模糊糊，他听的东西也奇奇怪怪、鬼鬼怪怪，听觉也失灵，视觉也怪怪的。那曹保民下场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他最后在那边困了1半夜，是郑明把他救出来的，还好活着出来。而且我在猜，他可能进去根本没有深入到里头，算是运气好。好，那但是原因总要解释吧？我告诉各位，有人就讲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刚刚讲这2个同时都有一个同样的地方，就是进去之后头会晕，然后呢可能会开始视觉、触觉、听觉都出现扭曲。对他们讲，因为这里有瘴气呀，它里头有很多当初去采僧人，或者是说这个在这里罹难的猎人，另外还有就是动物的死尸，它常年在这边腐烂之后呢，在林间的岩缝之中形成了瘴气，变成了一个迷雾森林这些瘴气让他们所以才会头昏眼花的。此外呢？那你要如何解释这个罗盘？他莫名其妙转起来了，指南针失灵啊！因为他们我刚刚另外再补充一个，另外还有一个，他们那边的树长得也很怪，怎么怪法？它那个树全部都是照着圆圈长的，然后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树圈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尝试着绑红布条或者是削树皮来找回来时路的话，抱歉，你一直在那绕圈圈，八卦阵，好怪哦。好，那我再回到我刚才所说的罗盘为什么失灵？原来他们讲说，1976年，吉林曾经掉下104颗的陨石这个陨石才形成了干饭盆。那陨石来自外太空，他们的磁场是不是都特别奇怪？我觉得你又丢了一个更大的谜团，这要怎么解释啊？可是你扯到外太空了，是不是有点扯呢？我告诉你，这时候呢，就又有人讲，就是说没有，外太空的陨石其实磁场很怪，那这里根本跟外太空无关。他们又说，其实干饭盆是1亿多年前由地壳运动造成
海底隆起到陆地的这样的一个土地，所以这以前是海底。那难道以前海底的土地也怪怪的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巨象还是没有办法解释干饭盆为什么有些人有去无回吧。在学校放寒假了，再来放过年，很多全家大小会去北海道。我们给大家来看看这个北海道非常有名的滑雪胜地，叫富良野的地方。这2天发生了冰雪奇谈呐。小江来告诉我们一下，2个这个来这边滑雪的人，居然在这边遇上了风雪，他们怎么样挺过-14°C，活着回来？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生还事件。为什么？因为几天前呢，2个香港人他跑到了北海道。首先，这2个人就已经人生地不熟，而且他们所去的地方海拔1866公尺，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个滑雪场——富良野山区。对，但是他们到那边之后呢，马上气温就降到了我们俊相所说的-14度。你想想看，海拔这么高，人生地不熟，温度这么低，结果他们的滑雪板故障，因此他没有办法安全下山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饭店发现这2个人回不来，立刻通报了救难人员。救难人员就凭了2个关键的事情。你现在画面中所看到的直升机是在凌晨7点多的时候去救了他们这2个香港人，但是是怎么救到的？怎么找得到呢？我怎么会定位到你？那白雪茫茫，风雪一来，他没有回报，还有他怎么活着？来，2个关键。第一个，你再看这个画面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原来那个地方白雪皑皑，很难找到，但是还好他们在受困前有拍照打卡传给亲友。有打卡就知道在哪里了。对，好。第二个呢，他挖了一个雪洞。雪洞，我告诉你，这2个人当时急中生智，认为既然我都受困了，而且我要等待救援，我干脆挖洞。那结果他们运气很好，因为他们所受困的这个风雪山区刚好积雪高于2公尺。来，观众朋友，你看这个自制雪洞的画面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受困于雪崩，就我们讲的雪山之间的话，你如果要保命，首先你看看你的雪有没有2公尺深。那这时候你挖，你要向上斜面挖，然后挖了之后呢，你看看在挖的过程有没有刚好容纳1个人的身躯，你就直接躲进去。那你一定会问，这里头应该会更冷吧？俊相，对啊，不是，刚好相反。我跟你解释原理，不可思议的原理。其实雪呀，它松松的。你看我们穿羽绒衣，里面不是都有空气吗？对，空气会阻绝热量的传达。对，空气是传导最差的一种。所以如果就像我们2个真的受困山区，我们2个挖个雪洞的话，我们在里头，反而那个空气会让我们的热量凝聚在一块，暖和的。对，所以这2个香港人他能够奇迹的生还，就是挖了雪洞，拍了照打卡。好。相不相信山有山神？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现场，谁惹怒了山神呢？这是当年老苏联时代最高等级的机密，关于高山，关于冰天雪地，9个人上去，居然通通没有幸存，人死在上面。你以为单纯的山难吗？怪就怪在他们的死状，你没有办法解释。是。香港刚刚那2个只是个滑雪客，但我们现在讲1959年1月发生的这个俄罗斯乌拉尔山区神秘死亡登山客事件，他们都是高干的登山客。来，首先跟大家讲，这10个登山客的名单以及相片就在俊相的右手边。对。那这10个人，他们都只是大学生，但是我先说他们是登山高手。那么在1959年的1月底呢，当时啊10个人组成的登山队就往乌拉尔山区挺进。对，那个地方的温度先跟大家报告，大概是-25到30°C。哇，够冷吧？够冷。好 ，OK。结果啊，登到一半的时候，来，您现在镜像所看到的照片，就是这10个人他们登到一半的时候所拍照留念的照片。是，但是这照片里头有一位叫做 Yuli 的大学生。对，好，这位 Yuli 的大学生在这里。是，好。这位大学生他身体不舒服，立刻跟队长报告我要退出。队长跟他说没问题，你先退出，但是我跟你约法3章。如果到了2月12号的时候，我们这9个人没有回到营地，那就代表我们出事了。你要找人来救我们，那你先走没关系。好啦 ，Yuli 走了之后呢，他回去果然他发现他另外9个队员在1月31号的时候继续朝目标前进，并且还在营地放了很多的食物，等待回来的时候可以吃。2月1号，9个登山客进入了山口，是，然后接下去。他们在2月10号就没有回来了，除了 Yuli 之外，也就是那一次一别，对，就变成了永别了，就再没回来了。Yuli 完全没想到他的好同学竟然遇到了死神，但是这12天到底发生了
什么神秘的事情呢？对，来，俄罗斯后来有将这个档案解密，原来这9个人呐、当时在往这个登山出发的时候，他们因为遇到了暴风雪，而这暴风雪导致能见度降低，本来他们该往东，却不小心往到西去了。迷航了，走错方向了。俊相，你知道多可怕吗？他们往西的那个地方啊，当地人刚好叫做死亡之山，要命，是一般人不去的。就他们就不小心去了，但那个队长也很怪，不知道是中邪还是什么的。你既然去错了地方，能见度又低，你就应该要赶快折返。是，他又坚决不折返，对，反而叫其他的队员说：“我们决定在这里扎营，是等风雪度过再来想办法。”那也好啊，不要冒进了。你不怕雪崩吗？所以他当时做这个决定很奇怪。好，不管他还是扎营了。结果扎营之后出现了怪事，为什么？首先，我们说2月12号他没有回来，尤里当然就立刻会担心嘛。对，等了8天，到了2月20号，实在等不下去，立刻通知了大批的军警。大批军警呢去找的时候，来，我们先看尤里这个逃过一劫的最后一张照片。对，他是逃过的。然后出动去找的时候，到了2月20号一上山，他们往那个死亡之山去，找到了他们的帐篷。去想看一下哦，这个帐篷啊。它不但坍塌了，而且还被雪埋住了。对，真的是雪崩害死他们吗？结果不是，是发现这个帐篷其实里面他们所住的这9个登山客啊，他们是从帐篷里头仓皇跑出来，何以见得？跑到外面去死掉，仓皇逃生。对，来，我跟巨象报告，他们发现这个帐篷从里头往外割开，从里头往外割开。来，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假想的情形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些登山客本来在帐篷里头好好的，突然遇到了一个很急迫的事情，逼得他们争相恐慌的要从帐篷出去，我连拉链都不用拉了。你看巨象就知道，连拉链都不敢拉，来不及拉。好，割出去之后，更诡异的是，他们身上只穿内衣，然后帐篷里头的所有避难东西都没带着跑。那不是冷死了吗？你不是你要让自己冷死吗？没有可能啊！还有他们有的人是没有穿袜子赤脚，有的是穿了袜子，有的只穿一只鞋子，代表很匆忙。来，我跟各位讲他的沉尸处，因为你知道他们是从帐篷跑出来死掉，那一定要找到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嘛。来，我这边有一个图，让你知道当时多么诡异的死法。这是帐篷。然后帐篷，你看看，从内往外割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都是脚印，脚印证明了他们只穿袜子或者是赤脚丫。是，据像这是500公尺，500公尺的雪松林这边发现了2具遗体，我消息一下，发现2具遗体，对，这2具遗体只穿内衣，然后赤脚。那什么原因让你说都不穿衣服，只穿内衣跑出来？然后这里还有火堆，那代表你怕冷啊。对。然后呢，又发现这个松林，来，我这边有一个特写图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松林高5公尺，是。这2个人有爬过上去的痕迹。是，巨象可不可以告诉我？那后面有谁在追，让你好像要往高处爬，不要受到他攻击？代表他是不是很可能遭受到攻击？是。还有就是他竟然只穿了这么少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搜，又搜到了一个怪异的地方了。巨象在这儿，从松林往帐篷这个方向这边，大概差不多也是大概100-200公尺处，又发现了3个遗体。这3个遗体一样，也是赤脚或只穿袜子，然后只穿内衣。巨象，这是不是就总共5个人了？已经5个了，还有4个，这5个都没有外伤，都是冻死的。对，好。可是呢，2个月之后呢，在75公尺外，松林75公尺外的山谷当中，又发现了4具遗体。这4具就恐怖了。这4具遗体竟然他们的头骨、肋骨全部都被撞到碎裂，仿佛被巨大的车子、巨大的力量给撞碎一样。雪地里面呢？是。哪来这么大的力量？而且他为什么跟前面5个人的死法完全不同？最后呢，这9个人遗体被吊挂下山之后出殡又出现怪事了。其中有一个家属发现，为什么他的这个登山客这个家人的遗体出现尸变？尸变？出殡的当天，他的皮肤，死者尸体的皮肤变成橘红色，头发变成白色。然后结果呢，他们一看不妙，立刻把遗体拿去化验。竟然发现这些遗体当中，来，不好意思，我回到上一页，这些人的遗体当中出现了大量高剂量的辐射，而且有些人遗体里面还有金属碎片。就像
你一路铺排，你就发现了这样的死法极其离奇，就连尸变都没有办法解释发生什么事了。到底是好，苏联当时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立刻去找有没有目击证人。结果有一个登山队说，当时在事情发生的同时，他们距离50公里外有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橘红色的火球体。然后呢，苏联政府去问当地的气象局，气象局也证实的确有这件事情。对，那这个红色的火球体在出现之后，就造成9个人这么离奇的死亡，有没有关联呢？第二，苏联调查完毕，3缄其口不对外说。连续3年把那个地方封闭，并且将此事列为最高机密。此事一直到1990年代才被还原部分的过程。到底俊相，你告诉我，苏联政府在隐瞒什么恐怖的死亡原因呢？一切的秘密锁在这个冰天雪地当中。邀请您一起加入57爆新闻会员，跟俊相一起挖真